警长美好的一天从遇到凯辛普沃特太太时结束了，对方指认警长偷了自己的三明治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要说老郑随便谁偷的都比说警长偷的要强。警长无奈解释道，那都是3年级的事儿了，翻篇吧，自己来这里是为了教会孩子们霸凌的危害的。正在说话间，身后就已经发生了霸凌事件，可怜的小汤米惨遭挂在了柜子上，被恶霸当做了皮纳塔一阵锤。说好的反对霸凌，警长转头就参与其中，也打起了汤米的屁股，玩得非常开心。不过该工作还是得工作。警长指着牌子上的 BONERS 说，霸凌别人从来没有好下场，看见没？台下鸦雀无声。接着警长支了个大聪明招，不被霸凌的最好方式就是先霸凌你自己。说着，俩恶霸就冲了上来，准备把警长的胖子塞到屁股中间。警长直接给大家露了一手，脱裤子一看，好家伙，原来已经提前塞好了。恶霸只有无奈离开，简直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大聪明招是管用的。演讲结束以后，警长正准备蹬着自己的滑板鞋溜走，却被叫住了。大鼻孔对于警长要进行反霸凌演讲感到不可思议，毕竟警长以前就是个恶霸。警长挠了挠头，我是恶霸啊。大鼻孔一愣，你呀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臭臭的格伦。说到这儿，警长想起来了，但格伦可是有些不爽了，这个外号就是警长给自己取。然后卡尔和伯詹金斯都跟着喊，警长对于自己是恶霸的事儿向格伦道歉。格伦觉得一切都过去了，警长表示要带着卡尔和伯詹金斯一起道歉。两人来到了湖边酒吧，伯詹金斯和卡尔见面就向对方道了歉，接着讲到了从前的故事。自从格伦被取了外号以后，就再也没回到学校。伯詹金斯也是第一次讲到自己的风流往事，在2年级结婚以后去法国生活了8年，又离了婚回来读书，难怪他看着比同龄人年龄大，甚至还有些小浪漫。为了了结一些事，格伦回到了老镇，也正好给了警长3人一个弥补的机会。3人带着格伦去复刻了一遍3年级时大家做的事儿。先是来到了废墟的秘密基地，打开一看，还和以前无异，连箱子都还在，里面有些陈年老玩意儿。3人瞬间开始嬉笑打闹起来。被孤立的格伦表示自己有别的事想干，比如去林中散步，接着露出了反派的笑声。拗不过警长的伯詹金斯和卡尔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来到深处，3人只看到了土坑，警长毫不犹豫就拿起铲子开挖了。在格伦黑洞洞枪口的要挟下，卡尔和伯詹金斯也只有加入警长。要说为什么，3年级的时候因为这个外号，格伦回到了家中，谁知爹不疼妈不爱，老夫妻也觉得儿子有这个外号太丢脸了，一人一口农药，原地升天。格伦被轮番送到了几个奇奇怪怪的寄养家庭里，于是他逃走了，选择参军加入战场。看到手雷丢过来，他毫不犹豫扑了上去，幸好是个哑弹。不幸的是，队友为了庆祝站了起来，结果被机枪扫射了，于是他留下了那颗手榴弹作为警醒，直到炸弹爆炸，全家都被炸死，自己也被炸飞到了一个金鱼的 S 里，生活了10年。Anyway， 总之最后他回到了老镇。当初被自己霸凌而导致生活破裂的同学带着阴谋回到了老镇，不仅如此，还将恶霸3人组骗到了深山老林，要他们给自己自掘坟墓。就在2人准备一人一铲子把他打晕时，警长挖出了一个4方格皮球。原来格伦并不打算杀掉大家，只是自己当初为了不让他们脏玩，把球给埋进去了而已。但错误的事终将纠正，看着格伦落寞的样子，警长决定一起玩4方格。4人悄悄潜入到了学校里，却被老太给抓包了。他依旧认为是警长拿走了自己丈夫临死前做的三明治。警长这次是真的生气了，谁乐意拿你那该死的脚指甲三明治啊？一旁的格伦竟然开口说是自己偷的，真相大白。难怪格伦那天臭烘烘的。老太表示，你们应该叫他死人格伦，因为我要刀了他。说完就抢走了警长的枪，打在了格伦的身上。4人仓皇逃进了图书馆，还触发了书架上的机关，逃进了篮球场。老太走进球场以后，步步逼近，却没曾想被横梁上的老六卡尔给偷袭了。他用自己的传统绝学口含苹果汁儿将枪给撵走了。但老太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直接拿起了消防斧砍断了格伦的腿。老太此时是兔妈附体，当起了屠夫。伯詹金斯用自己的当下鞭炮将走进化学室的老太给炸飞了，对方更是升级装备成了电锯杀人狂。于是格伦又失去了一根手臂。该死不死的警长还扯掉了门把手，难道格伦只能等死了吗？听到老太大喊死人格伦，警长忽然义正言辞地表示，给人家取外号是在霸凌，人家就叫格伦。接着又问格伦，你真的在金鱼肛门里活了10年吗？格伦告诉他自己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手提箱，所以现在很有钱。2人击掌后，格伦直接倒在了地上，看到了柜子下被咬了一口的三明治。老太拿过三明治和他好一阵缠绵，这才发现不是自己老公的那个，拿起电锯就冲了过去，结果一脚踩到了三明治，撞到了门把手上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4人打开门，发现外面全是孩子们，还有古德曼。警长决定去玩4方格游戏，古德曼觉得应该先收拾一下尸体，警长立马带头喊起了古德曼的外号，老好人古德曼。周围人也瞬间凑一
起起哄。看样子警长还是没改正这个坏习惯。古德曼和警长虽然成为了同事，但是两人在车上巡逻时毫无共同话题，简直如坐针毡。原本就尴尬的气氛，在警长接到有人抢劫玉米的报案后更尴尬了。警长掏出了他的阿比盖尔，说他才是自己的副警长。两人在争夺阿比盖尔时，车子飞了出去，陷入了泥潭。警长只能大呼案件376，但比这更难受的是安全带卡住了，手机没信号，调度处的小伙子也在摸鱼，联系不上。警长觉得机会难得，不如深入了解一下对方。然而问的问题让古德曼尬穿地心，什么你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？你要前洗手还是你要后洗手？古德曼觉得现在得想办法逃出去。然而30分钟后，两人还在车上不动如山，聊着聊着，两人就说到了外星人。警长相信外星人的存在，觉得他们说不定互相挠痒痒会很酷，接着直接上手挠起了古德曼。然而古德曼这个老古董立马板起了脸，不过也没事，至少两人关系又更近了一步。接着警长如捅到豆子般告诉了古德曼自己的小习惯，警长这嘴啊是800个不停。古德曼受不了了，直接大喊了一声住嘴，接着发起了一个比谁更安静的游戏挑战。如果你和你关系不好的上司一起被困在了深山老林里，外面还有个穷凶极恶的发病小浣熊，你会选择自我了结还是给上司一拳？虽然被困，但警长的零食库还允许他掏出一包薯片，于是在他一边吃一边吧起嘴发出了嘎喳嘎喳的声音时，古德曼再也受不了了，准备给他一个大逼斗。幸好警长吃完了，这口气儿还没松完，他竟然又掏出了一包家庭分享装，气得古德曼一把给警长丢到了窗外。从刚才看到玉米棒子贼的真面目是浣熊时，古德曼就觉得这玩意儿邪门。现在薯片一丢，浣熊甚至还想扑过来，不断在门外弹来弹去，给古德曼吓得不轻。5小时后，警长开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加上窗外的浣熊 VIP 席的古德曼觉得自己有种耳膜撕裂的享受。警长觉得古德曼一开始就错了，把那包薯片给了浣熊以后，他会想得到更多。警长摸到了一包新的薯片，他敢肯定，要是把这一包薯片丢下悬崖，浣熊绝对会追下去。谁知刚一打开窗户就被恶熊扑食了，手上还被咬得很严重。警长掏出了一本书，要古德曼看看被浣熊咬了要怎么做，说完就头晕了过去。古德曼大感不妙啊，书上写着被携带狂犬病毒的浣熊咬了以后会被迅速感染。此时警长已经开始发病，对着古德曼张牙舞爪起来。调度处的伙计还在摸鱼。60个小时后，古德曼愁的胡子都长出来了，忍无可忍给了警长一坨子，却被咬了一口。书上写着，要是被感染了，不及时采取救助措施，就只能原地狗带了。调度处依旧联系不上。夕阳西下，古德曼眺望着远方，通过调度处给自己的妻子留下了遗言。他回忆着自己和贝弗利的往昔，那段岁月虽苦也甜。这让古德曼明白，贝弗利是最完美的。自己死后会在哪颗星球重生呢？但不论如何，都会抬头眺望星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真爱就在某颗星星上。We'll look at the stars at night and know that somewhere my one true love is out there. 说完就哭了起来，惊醒了一旁的警长。古德曼掏出了自己的配枪，正欲吞弹自杀时，警长居然恢复正常，鼓起了掌，感叹古德曼可算敞开心扉了。现在咱俩也算有羁绊了，这份羁绊值得你成为副警长啊！原来警长压根儿没什么狂犬病，那个浣熊也是376案件里帮自己打开他人心扉的一个帮手，调度处是假装呼叫不到的。说完，警长开着车子准备打道回府，路上却接到了代号752的案件。这个案件指向了外星人绑架。说到这儿，古德曼瞬间精神了，结果两人赶去后却成了人质，还被外星人来了个舌头 SPA。